11岁吧，可能5年级，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参加那叫垒球比赛，然后那时候是第一次，然后也没有经过什么训练，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觉得自己蛮不错的嘛，因为我比别人块头大嘛。第一次，然后就自己摔倒了，自己把自己摔倒了，然后那个就感觉就是很没有面子嘛，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就练得多了，然后就开始成绩慢慢提高了，就是有这个印象特别深。父母是其实不希望我当运动员的，因为他们从小他们是运动员，他们知道当运动员路会很窄，机会也比较少，然后他们就没有想到说是让我变成一个运动员。就当我年龄一点点长大，那个能力越来越强，天赋什么的就都出来了。那一开始其实反对最多的就是家里人会反对，其他人我觉得没有理由去反对。我觉得可能以前如果有机会在青岛比赛的话，我会特别这个高兴或者兴奋。现在呢，因为年龄也比较成熟了，然后打的比赛也比较多了。对于我来说呢，在青岛比赛呢，就是一个很巧的一个机会，我还会拿它像对待其他的比赛一样，但是我就会觉得，确实更多的东西我就会更熟悉一些。刘云波啊，从小就爱好运动，挺调皮的个小孩，但是也很聪明。从小吧，他很爱好那个语文，爱好背唐诗。幼儿园里讲故事比赛，他都获得1等奖。唐诗基本上3遍背过了，脑子很聪明，很聪明的。他当时是那个上海市还有上海武警部队的总教练。他就是遇到了那么个人以后吧，把他带入了这个拳击界。这个孩子走到这一步吧，应该说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是业余时间在山东队练，当时练的确实也是很苦的，就是死心塌地就想干拳击。走了拳击这条路吧，可能是也是一种波折吧。孩子大了嘛，他有他的理想，别人说他条件又合适，他又很爱好去实现吧。我就想在物质上吧，满足了他的需求。他这个迷恋拳击迷恋的吧，就是说他别的吧都放弃了。这个上海巴西柔术公开赛双冠王，有2年都是取得好成绩。骄傲的一次还是在俄罗斯那一次，那个感动骄傲的事挺多的。认识刘文波呢，应该说呢是个缘分。我和他这个表哥是上海体院大学同学。13岁那年，我们就是在上海的火车站，我们在火车站相遇了。13岁的人来讲的话，能感觉出他一个力量的感觉，一下我就看中了。应该说就这样认识的。我那时候来讲的话，是咱上海体院主教练，后来呢他就没有去上海体院，直接就跟我回青岛了，在青岛单独训练他。他那么也可以说在我的学生当中，也是第一位就是从头训练的。那么要求他报价，包括来讲一些步伐、拳法都比较规范。那么这孩子来讲的话，这个对这个拳击呢也非常喜爱，进步非常快。今天来讲的话，完成学业之后了，就到我这儿来训练，通过晚上来训练。他对自己呢，要求也较高，也比较刻苦。就半年时间，那么青岛市又举行了个拳击比赛，他就获得了冠军。不到2年吧，他就获得了省冠军。由于他这个是这个先天的这个条件，就是又破格的，入了省队，包括就入了我们解放军队。训练很短一段时间呢，他就获得了全国轻锦赛冠军。因为他就喜欢搏击这项运动。那么我呢也比较支持他，无论他那个在哪个地方或在北京也好，或在我那边也好我都非常支持他。Adil Orenbayev， 我看到他那个拳法也不错，是比较硬的那种选手，但是他比赛的视频我也看了，我也发现了他很多弱点，特别明显的弱点，我会针对这些弱点，然后来做我自己的针对性训练。我这个还是非常想青岛，尤其这个父母到北京之前，那时候想念的那种感觉会更深一些就是一个是父母在青岛，再一个就是青岛的这种空气这种气候这种环境那后来是我父母到北京之后，我会感觉好一点，就是
但是呢，现在仍然有一种这个怀念的感觉吧。我觉得以后，如果青岛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MMA 的一个发展的基础的话，我会考虑到青岛来做训练，或者做基地，或者做其他的这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事业。